最近市场这样跌，你是不是也心慌慌，觉得比特币这波牛市是不是就降完了？先别急，今天我们不靠感觉，我们直接来看数据，挖出市场背后的真相。没错，这就是现在所有人整个市场心里最大的问号跟恐惧。大家都在猜$124,000这个数字会不会就是这一次牛市的最高点了？但是数据可不是这么说的。Cointelegraph 就分析了用来判断市场是不是已经疯狂过热的30个关键指标，结果你猜怎么样？一个红灯都没有亮。这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顶部可能还远得很呢。好，那为了把这件事看清楚我们今天就照着这个顺序一步一步来拆解看看市场到底在上演哪一出戏。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次下跌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手跟老牛的反应根本就是两个世界。你看这画面就很有意思了。刚进场不到1个月的短期持有者，一看到跌就吓坏了，急着亏钱也要卖掉。但是那些抱了好几年的长期持有者呢，老神在在，动都没动一下。你觉得这个市场的未来最终会是谁说了算？而且从技术线图来看更有戏了。过去$108,000这个价位就像一道厚厚的墙，一直挡着比特币往上冲。结果现在呢，这道墙反过来变成了地板，一个超级坚固的支撑。这在技术分析里通常就是准备起飞的那个跳板。不过有趣的地方来了，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最近市场上最红的主角其实已经悄悄换人了。分析师甚至用了一个很夸张的词，叫做以太币海啸。没错，就是海啸。现在市场的资金、讨论度还有整个动能几乎全都冲着以太币来了，它才是现在拉动整个市场的火车头。如果你觉得这只是说说而已，那数字会说话。光是过去短短4个小时，那些做空以太币、赌它会跌的人，被强制平仓的金额就高达$4100万。这数字足足是比特币的3倍多。这就证明了现在市场上最火烈、最激烈的多空交战，主战场就在以太币这里。好，那散户在紧张，我们这些小虾米在观望，那些大金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聪明钱，他们在干嘛？答案很简单，他们在大买特买。就在大家最害怕的时候，比特币现货 ETF 结束了连续6天的资金流出，反手流入了超过$2亿。以太币 ETF 也一样，也吸了将近$2亿进来。这就是最经典的别人恐惧我贪婪嘛。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例子，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了。像这一家叫 Shopping Gaming 的公司，只花了4个礼拜，就狂扫了将近80万颗以太币。80万颗这动作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还有这家白麦，他们的 CEO Tom Lee 不止自己公司在买，他还直接跑到社群媒体上公开喊话，说市场的底就在这里咯，根本就是用行动在投票。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的大公司进场都是好事。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更投机的趋势，我们真的要特别小心。你看像川普媒体跑去买 CRO， 另一家科技公司募资买 Solana， 重点是这些公司跟区块链根本没什么关系，他们买这些波动超大的山寨币，跟之前大家买比特币、以太币当成公司资产储备，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更像是在炒作。所以就有分析师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了他说这很有可能就是引爆下一波熊市的导火线。你想想看，当一些不相干的公司都想靠着炒作山寨币来拉抬自己的股价时，这通常就是市场泡沫化过热的一个危险讯号了。好，那讲了这么多，有利多也有利空，那接下来到底要看什么？市场的方向到底会往哪走？很多人都在看一件事，就是真正的山寨币大行情，可能要等到一大批的现货山寨币 ETF 被批准之后，才会正式点燃。
你看看这个时间表，是不是很惊人呢？从10月初开始，莱特币、Solana、XRP、GoGoBee 一堆主流的山寨币 ETF 都在排队等着点头而且你看那个批准几率几乎都超过90%这就好像水库要开闸一样，一旦通过，机构的钱就能名正言顺的大举流进来了。好，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看到的：散户在怕，聪明钱在买。市场的火车头从比特币换成了以太币，然后呢，还有一大堆山寨币的 ETF 在门口等着，准备要放水进来。讲到这里，你还觉得牛市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一切都还只是前菜，真正的主秀才正要上演呢？